那些无儿无女的人究竟将背负怎样的因果业力？真相比想象的还要惊人。在传统观念里，没有子女常被视为人生一大憾事，甚至被贴上某种业报的标签。然而，深入挖掘各种文化与因果观后，我们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无儿无女的背后隐藏着出人意料的因果真相，可能颠覆你对福祸的想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传统社会对无子无女的看法。在古代，多子多孙被认为是福气的象征，子孙满堂才算人生圆满。相反，膝下无子常被视为不幸。易经有言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意思是说，行善之家自有后福，作恶之人则祸延子孙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子嗣，在旧时观念里，有时被解读为祖上或本人曾做下恶业，以致断绝香火。孟子更流传着一句家喻户晓的话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一般人把这句话理解为人生三大不孝中，以没有子孙让家族无以延续最为严重。虽然这句古语原意并非专指生育助医，但千百年来它强化了人们对无后的恐惧与罪恶感。许多人认为没有子女就是对不起祖先与父母，仿佛犯了最大的过错。除了道德与家族观念，无子女在人生实际层面也往往被视为凄凉之事。俗话说，养儿防老，养育子女在传统上被当作晚年生活的依靠。如果老来无人膝下承欢，许多人会担心自己100年之后无人送终，甚至怕死后没人祭拜，变成孤魂野鬼。民间信仰里，祖先牌位需要子孙奉祀，如果绝后，祖先可能成为无人供奉的无主孤魂。这些观念都让无儿无女听起来格外凄惨可怕。可以说，在世俗眼中，无子嗣仿佛注定背负某种不幸的业报，是前世作孽或今生失德的惩罚。然而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无儿无女真的是业障深重的象征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从更深的因果观来看，我们发现没有孩子未必如表面理解的那样简单。佛教的智慧尤其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答案。佛法讲求因缘果报，强调一切结果皆由因缘促成，孩子的有无自然也脱不了因缘定数。俗话说，子女缘天注定。在佛教看来，一个孩子投胎成为谁的子女，并非偶然，而是过去世与父母之间的因缘在起作用。反之，如果没有那份因缘，即使强求也难有子女缘分。正如高僧所言，众生缘尽则离，无缘之人不会托生为你的孩子。因此，有些人命中无子，可能并非什么惩罚，而纯粹是因缘未到。在佛经与民间善书中，有许多故事点出无子无女的深层因果。让我们从一则流传的佛教故事说起。很久以前，一座古刹前来了一对年迈夫妇，他们连续多年诚心礼佛，祈求孩子，但始终求子不得。那天，他们失望离去时，寺里的一位高僧少清远大师恰好目送他们背影，不禁轻轻一声叹息。他的徒弟小沙弥不解地问：师父，他们那样虔诚，为什么佛祖还不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呢？面对这疑问，少清远大师缓缓道出了个中因由。大师说，众生往往一味执着于求子，却不明白更深的因果道理。孩子既不是赏赐，也不是惩罚，而是业缘聚合的结果。缘分到了，孩子自会来到你身边；缘分未到，勉强强求也无济于事。小沙弥追问，什么样的因缘会让一对真心行善的夫妇无儿无女呢？难道真的是他们业障深重吗？大师微微一笑，接着揭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可能。无子不一定是业障深重，也可能恰恰相反，是他们前世曾发下的愿力使然。原来这对老夫妇年轻时热心行善，今生种种表现都很慈悲。而据大师关照，他们在前世曾是一对修行人，立下愿望，希望未来能跳脱繁琐的家庭牵绊，更自由的修行与行善。所以今生命运的安排便应了他们的愿，没有子女，使他们能专注于济世修行，自在度日。正因如此，佛菩萨没有满足他们求子的愿望，因为从更高的因果来看，无子对他们而言反而是最好的成全。
这番话令小沙弥大开眼界，一般人把无子女视为不幸，哪想到可能是前世求来的特别待遇。大师的点破也让那对求子不得的夫妇恍然领悟，原来没有孩子并非老天责罚他们，反而可能是天赐的福分，让他们能更无牵无挂的在晚年行善修福。从此他们调整心态，不再一味耿耿于怀膝下无子，而是把时间精力投入帮助寺院与邻里的孩子广结善缘，晚年过得充实而安乐。这个故事中的高僧一句话就揭示了无儿无女的玄机。没有孩子不见得就是前世造孽的恶报，反倒可能是前世修来的善果或愿力。这听起来是否很颠覆？但在佛教的因果观里却极有道理。佛法讲愿力和业力并行，有些人发过宏愿，强大的愿力会延续影响未来多世的命运。如果一个人在过去世曾经立志出世修行，广度众生，他们也许就会选择不受家庭羁绊的命运，好把精力专注于大道。对这种灵魂而言，无儿无女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必要的自由。除了愿力，佛教还强调因果绝非一刀切，子女缘更是千差万别。一般认为，孩子会投胎到某个家庭，无非因为跟父母有某种特殊的因果关系。常听长辈说，孩子都是带着因果来投胎的，到底是什么因果？佛教归纳为4种：子女缘、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也就是说，孩子要么是来报恩的，要么是来报仇报怨的，要么是讨债的，要么是还债的。报恩的子女，过去世父母对这灵魂有大恩德，所以他今生来当孩子，温顺孝顺，来报答恩情，让父母安享晚年。报怨报仇的子女，前世父母与这灵魂有仇怨未解，孩子带着怨气而来，可能从小不听话，惹是生非，长大更顶撞忤逆，甚至引父母陷入无尽麻烦与痛苦，仿佛是来讨报的冤家。讨债的子女，这种情况是父母前世欠了孩子的债务未偿，于是孩子投胎来讨债，通常表现为孩子体弱多病或横事找事，让父母花费巨大的金钱精力去照顾。一旦债务讨偿完，孩子可能就离开人世。比如有的父母好不容易得子，却幼年丧子，或者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，对方却在青年突然故去，让父母悲痛欲绝。这些情形在因果观看来，都可能是孩子讨债的缘分。父母欠的债还清后，孩子使命已了，便离去。还债的子女和讨债相反，这是孩子前世欠了父母的情分或照顾之债，所以来还债。这类孩子往往特别争气孝顺，若欠得多，他们长大后给父母带来荣耀与富足，悉心奉养，让双亲晚景富足安乐，算是债务清偿。如果欠得少，孩子可能只是尽基本义务，未必特别有出息，但至少也能让父母衣食无忧，不至于拖累家中。佛教中常说，父母子女一场，不是报恩就是报仇，不是讨债就是还债。如果双方没有任何以上这些因果缘分，那就不会成为一家人，更遑论成为你的子女。因此，有人一生无子，很可能只是因为没有符合的子女缘，而未必是上天的惩处。试想，你和某灵魂既无恩情也无仇债，人家何必来你家走这一招呢？佛经上甚至说，假如没有缘分，就算小孩和你擦肩而过，最后也不会成为你的孩子。生活中却有这样的例子，有的父母怀胎生子，却在孩子幼时遭遇变故，与父母分离，或某些夫妻反复流产，始终扑空。从表面看是悲剧，从因果看，或许正是子女缘不足的体现，因缘未到，强求不来。由此观之，无儿无女首先意味着，至少在这一世，没有灵魂跟你有必须纠缠的深刻因缘，没有谁脱身来向你讨债或抱怨，也没有谁特别要来报恩还债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无子女者反而是少了一桩沉重的因果牵绊。古德有句话，无儿无女无冤家，这是已故高僧宣化上人说过的，意思是没有子女也就没有家中最难缠的冤家对头。因为我们刚刚分析了，某些子女确实可能成为父母的冤亲债主，有些孩子长大后忤逆不孝，让父母身心受创，在因果上多半是来抱怨或讨债的。
如果一个人一生没子女，自然少了潜在的冤家债主在身边捣乱，避开了这种家庭业力的纠缠。从这方面看，没有孩子未尝不是一种清净自在，至少他们无需担心养出忤逆之子，或被不肖子孙拖累，败光积蓄，气坏身体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孩子不全是冤亲债主，多数人还是盼望孩子带来天伦之乐。那无儿无女者，岂不也失去了人间一大乐事？这确实是他们可能面临的心理挑战。人到中年晚年时，看到别人儿孙绕膝，天伦融融，难免心生落寞。这种失落与烦恼，正是无子者要承受并克服的内在业力考验。可是出人意料的是，这种烦恼本身可能正是他们精神升华的契机。佛家有句话，烦恼即菩提，意思是许多让我们痛苦烦恼的事物，如果看透了，转化了，反而会成为我们觉悟的助缘。对无子女的人而言也是如此，没有孩子的遗憾与空虚，反而可能逼着他们更快的成熟，更深入的思考生命的意义。很多夫妻在无法生育的打击下，开始重新审视人生，思索我们活着究竟为了什么。有了孩子的人往往把大量心力投入下一代，未必有时间反观自心。而没有孩子的人空出的大量时间精力，若能善加利用，完全可以用来做自我成长与奉献社会的事。有些无子的夫妻后来把别人的孩子视如己出，照顾或投入公益事业，把大爱散播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广结善缘的途径？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将为人父母的爱扩大升华，超越了血缘的小家，转为照顾更多众生的大家。历史上许多慈善家、教育家没有自己的子女，却像父母般资助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孩子。这种无缘大慈的心胸，也许正是他们此生的使命所在。从因果上讲，他们没有与单一孩子结缘，却与千千万万的孩子结下善缘，功德更广。这不正是转念之间化业力为愿力的生动体现吗？更妙的是，无儿无女的人往往拥有更多自我成长的自由度。养育子女固然能带来欢乐与传承，但也占据了个人体力、财力和时间的大部分。相对地，没有子女的人，人生剧本中少了一条繁琐支线，可以有更多资源投入自身兴趣、事业或修行。许多艺术家、科学家终身未育，在其领域却取得卓越成就。这或许不是巧合，家庭的缺席给了他们高度的专注和创造空间。从前有人感叹，天才大多孤独，虽说并非绝对，却道出一部分真实。一些人在某方面的天赋使命，需要他们减少家庭分心，才能全力完成天命。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特殊因果安排吗？站在俗世立场，也许觉得他们少了人生一块拼图，但站在更宏观的角度，他们也许正因为背负了别的重大任务，才无暇兼顾传宗接代。当然，也有些人选择不要孩子，并非什么宏愿或使命，而可能只是生活考量或个人偏好。现代社会压力大，丁克族、双薪无子家庭越来越多，他们可能单纯想追求自由自在的二人世界，或对环境、经济因素顾虑而不敢生育。表面看这只是社会现象，但深究其背后，也与整体的共业因缘有关。当一代人普遍感受到生活压力与养育成本的沉重，导致生育率下降，这其实是全社会共业的反映经济观念的因缘，促成了无子家庭的增多。从因果角度看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个人有什么罪孽，反倒体现了时代业力对个体选择的影响。也许许多灵魂在投生前就知晓此事不宜繁衍，所以在人口趋势上才会出现集体性的生育意愿降低。这是另一层面的因缘，提醒我们因果观并非只看个人小家庭，还要看到更大范围的业力牵引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由于不好的业力而无法有子女，又是哪些业力可能导致这结果呢？佛教经典与民间因果故事里也列出了一些警示性的原因。我们前面讲了，无子也可能是善缘，但确实有情形属于恶业感果，导致无子嗣。常见的说法包括过去曾造下堕胎或杀生之业。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生或今生曾经堕胎，伤害了原本缘分要成为自己子女的生命，
这种杀业会直接损害他的子女缘。那被中断的生命因未尽的因缘，可能成为所谓阴灵缠身，反过来阻碍此人再得子女。即便不谈灵异，从业报上说，夺去他人子女性命，例如战争中杀戮或虐杀孩童，也会折损自身未来得子的福报。因果昭彰，欠了孩子的命债，可能就要以今生无子的结局来偿还。破坏他人家庭或不重视家庭，有些人过去可能介入别人的婚姻，导致他人家庭破碎，或做出让自己祖上香火断绝的不孝行为。这类损人伦、绝人后的行为，自己未来也可能尝到无后的果报。比如古人说作恶绝子孙，指的就是做了伤天害理的大恶，老天爷让他绝后断世，以免恶根延续。有些史书记载暴虐的暴君、奸臣，最终往往绝世而终，当时的人都视为报应。在民间传说里，还有一条因果定律，不孝双亲者，往往无福为人父母。如果一个人年轻时对父母极不孝顺，造下大不敬的恶业，那他的子女缘也会受损，可能一辈子求子不得，或者即使有子也不孝来报复他。这些都是因果循环的表现。前世或今生的出家业与特殊誓愿，前面提过好的愿力方面，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有些人前世曾经是出家修行人，发过清净愿，决心不婚不育，把一切奉献给佛法或众生。这种誓愿的力量非常强，甚至可能延续到今生的潜意识中。于是今世即便身处凡俗，他也可能对婚育没兴趣或有障碍，无缘邂逅适合的伴侣，或医学原因无法生育等等。这其实不是惩罚，而是他自己誓愿的延续。如果这类人后来改变心意，想要孩子，往往得通过忏悔祈请，回向自己过去的誓言，才能化解障碍。在佛教看来，誓愿属于中性因果，不是善业也非恶业，但它的确会塑造我们的命运走向。如果没有醒觉地加以调整，愿力一直在，那上天就默默按照原设定运行，你的人生剧本里就没有孩子这一章。除了以上几点，其实导致无子的个人因缘还有很多种，可能交织复杂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，因果从来不是随机的，不生育一定有其背后原因。当我们搞清楚原因，心态上就能更平和，从而积极面对结果。对无儿无女的人来说，与其天天怨天尤人，觉得自己被诅咒，不如试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的境遇。有智慧的高僧大德常开导无子的信众说，孩子不是求来的福，也不是应得的罚，而是一份缘，一切随缘。你没有的不必强求，你拥有的也别执着。这句话听似简单，却蕴含了深刻的解脱智慧。那么如果真的是命中注定无子，我们该如何面对，才能将这种命运活出光彩呢？在佛教和善良世俗观点里，都给出了积极的答案。无子女者，更应该培自己的福，种自己的善。古语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没有孩子并不妨碍一个人行善积德，反而可以把原本投入家庭的心力用于广结善缘，造福社会。这些善行本身会带来福报和庇佑，让一个没有子女的人同样能老有所依，身后有凭。比如一些无子的长者，因平日乐善好施，在他们晚年时，亲戚朋友甚至受他帮助过的年轻人会自发组成照护网络，像对待长辈一样照顾他们。还有不少无儿女的菩萨心肠者，晚年选择在寺院安养或与志同道合者共住。由于他们一生修善，身边不乏晚辈弟子愿意承担起照料责任。在世人看来，没孩子可能凄凉，但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他们播种的善因其实结出了守护他们的善果。佛教里甚至明示，一个人如果真行善到一定程度，护法、善神与菩萨都会暗中护佑，就算他没有子孙烧香送终，天地也自有安排，保证他的后世有人缘、法缘来圆满。例如有高僧开示，膝下无子者，只要平生不断行3种大善，纵无后代也自有善报为你善后。哪3种大善呢？一是广施恩德，以慈悲心待人，长期乐于助人，救急弱小。二是广植法缘，多亲近佛法，结交善知识，
是众生子女皆如己出；三是广积阴德，不图名利，默默行善，不求回报，累积看不见的功德。具备这3种善行的人，哪怕没有亲生儿女，在他需要时自有贵人出现。有时受过他恩惠的后辈自发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，或者临终之时遇到高人指点，助他心安往生，甚至死后社会也愿意纪念他，厚葬他，让他不致形单影只地走完人生。这些都可看作是他所积善业的果报，弥补了无子女的不足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安慰的结论：无儿无女并不注定凄苦，只要行善修心，同样可以拥有幸福的人生。甚至从某些角度来看，没有子女还能激发出不同凡响的生命价值。正如开头说的，真相有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人。很多人以为无子者命苦，但实际上他的人生命运可能在另一条轨道闪闪发光。历史上和现代都有许多无子女却活得精彩的人物，比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、庄子等，他们的思想子孙万代传承。虽然没有血脉子嗣，现代一些将毕生奉献给科学或公益的人士，无子无女却受万人敬重，桃李满天下。这些例子印证了生命的价值不仅仅通过繁衍来衡量，对他们而言，后继有人不再是指有没有亲生孩子，而是他们的精神有人继承，善行有人延续，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后代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望最初的问题，无儿无女的人将背负怎样的因果业力？现在可以回答，他们所背负的可能是一种与常人不同的因果使命，有时是为了偿还过往业债，了却与子女的姻缘；有时是为了成就更大的善愿，不让小家庭牵绊前行；也可能纯粹是因缘缺乏，使他们得以清闲自在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是偶然的巧合，更不是单纯的惩罚。因果运行机密而又充满慈悲，该你承受的一分不减，属于你的福祉也一分不会少。如果没有子女正是你的命运，那么相信这背后自有安排。你的人生课题就在于如何善用这份空白。或许有人还是难免感伤，没有孩子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少了意义？但请记住，因缘没有白白来去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你没有得到某样东西，一定会得到另一样东西做补偿。生命的意义也从来不局限于传宗接代。对某些灵魂来说，功课是在家庭中学习爱与责任；对另外一些灵魂而言，他们的课题是在超越小家的范围内，去领悟更广大的爱与智慧。无儿无女的人正有机会专心投入后者，只要他们不陷在失落中不能自拔，而是转念投入自我提升与利益众生，那他们非但不比任何人逊色，甚至可能走出更高远灿烂的生命之路。总结来说，无儿无女绝非单纯的不幸，也不是绝对的福报，它是因果纹路中的一种展现。当我们拨开世俗的偏见，就会看到其背后可能藏着深厚的前因和用意。有的人无子，是因为前世早修好福德，不需子孙再来磨练；有的人无子，却因此激发出更大的慈悲与智慧，化个人小爱为无私大爱。也有人无子，是在承受自己曾经的过错，但这份业报也教会他悔悟与成长。每一种情形都值得我们以平常心看待。因此，面对无子无女者，我们应摒弃异样眼光与苛责，同时也鼓励他们发掘自己人生的另一种价值。老天关了一扇门，必定会开一扇窗。在因果的精妙编排下，也许上天正是透过这种方式，让一些人去完成不同凡响的使命。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有孩子这件事，反而可能因此解开了一道枷锁，获得不同的自由。最后，不妨以佛陀的一句开示作结：众生执着不明因果，孩子不是赏赐，也不是惩罚，乃业缘聚合的果。缘到则来，缘尽则去。明白了这点，我们就能放下沉重的包袱。无论你此生是否有儿女，都请相信，只要种下善因，因缘成熟时，一定会结出属于你的圆满果实。那些没有子女的人啊，也许正背负着一种特殊而美好的因果使命。这个真相比想象中更加令人惊叹。你是否已经看见其中的智慧了呢？